戴上眼镜就是显得我比较专业一点。Hello， 大家，今天打算录一个不一样的视频。这年底了嘛，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还没过春节，所以还不算2024，所以咱们在2023年底来投票就是很合理。我对于动漫排名啊、奖项啊什么的，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回顾一下2023年看过的那些动漫，记录一些当下感想，也是我做这个频道主要的初衷吧。这是我第一次投这种票，但是我肯定会非常非常的主观，带有个人的喜好和偏见的，所以大家也就是看个乐就行。那我们就开始投票吧。我把这眼镜摘了，我发现蓝光眼镜戴了真的是看不太清。开始投票吧。那我就先投 Anime of the Year 吧。等一下，为什么电锯人在23年里啊？我记得好像是22年的吧。有点难选啊，但其实我对电锯人的动画没有特别的满意。电锯人我最开始先看的漫画，电锯人的动画其实我觉得是低于预期的吧，就是不是说它的动作和打戏方面的动画，就是整体的色调还有就是整个风格吧，我觉得就是跟漫画好像是有一些出入的。希望他下一季能做得更好吧。其实推子第一集确实做得非常好。推子这种番其实最开始是并不吸引我的，我知道他跟惠大小姐是同一个作者之后才去看的。第一集确实很惊艳，后面我差点弃掉，但是又捡回来了。整体来说还不错。这回这一季确实很出彩，我觉得比第一集好太多了。Bocchi 啊，等一下，为什么没有进击巨人？是因为它只有一集吗？Bocchi 应该是1月份的嘛。Bocchi 好像是1月份的番了吧？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2年年底的时候得 COVID， 就是在得 COVID 期间看的 Bocchi， 而且当时是完结了，我一口气看完的，就完全超出预期，就很多波奇酱就是脑补的那些画面，真的都做太有创意了，而且就是社恐人士非常的 relate。每一集感觉看的都特别欢乐。Demon Slayer 鬼灭的话，鬼灭这一季我不是很喜欢，就鬼灭我其实也已经看完漫画了，我觉得没有上一个篇章好看吧，虽然动画还是在线的。断刀村我当时在看漫画的时候都差点没看下去，就是我觉得有点无聊。但是断刀村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甘亚出场，我感觉整体的冲击和张力还是在的吧，只不过虽然祢豆子在最后一集那块真的就很感人，但我在看漫画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对祢豆子他克服阳光，就这么轻易克服阳光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失望吧，就是这个剧情设计。滨海战记第2季，我觉得我会投滨海战记第2季。文戏真的太惊艳了，尤其是最后几集有被反复震撼到，真的很感动。尤其对于 Tolfin 他的一个成长吧，滨海战记在这几部里面应该还是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因为他确实非常非常特别，有把我完全带入到他的情节和世界观里面。那我就投给滨海战记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下一部，我真的很想看。好，接下来，最佳续集，看到了我的金句。他等于说是上一集，就不是最终季的最后一集。然后还有有咒回、间谍、鬼灭、海贼王在上面就很不公平啊。但是可能是按照篇章来讲的，这是就是和之国章吗？因为这里面只有进剧，它只有一集，就1个多小时，而且有3部都是 MAPPA 的。就主要是海贼，我觉得它可以持续霸榜啊，它可以一直都在这个榜上面，因为它还没有完结。咒回这季也做得很好。间谍过家家也是上一季。其实我觉得间谍过家家，第一季的 Part 1、Part 2是
最搞笑的，就是这一季我觉得更偏温情一点吧，就是还有更多就是动作戏，游轮片做的确实非常不错。滨海我已经投给 Anime of the Year 了，那我这个奖就Attack on Titan。JJK 我投别的给你吧。进剧不管哪一个季度哪一个 part 都会是我心里最特殊的位置。我是看完第4季，也就是所谓的最终季，就是那个有28集的那一季，我看完那个之后去看的漫画，所以这个最终章的第1部分出来的时候，我是已经知道结局了的。不管怎么样，我对进剧的爱是永恒的，我得投给进剧。下一个是星座，还有天国大魔镜，可以。为什么会有僵尸100%？等一下，这个它有这么火吗？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完的，我好像就看到第5集左右就没看了，因为看不下去了。第1集表现确实不错，演出真的很出彩。但是从第2集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很无聊了。他们这个工作室好像是不是新出来的工作室？首先排除僵尸100%。电锯人，电锯人因为有点小失望，所以也不投给他了。Hell's Paradise 也是我先看的漫画，然后知道他动画化了，其实我还挺期待的。但是，就是他的人物画的，我真看不太下去。就他画里他的角色都巨帅，我最喜欢就是亚佐兄弟，就是那哥俩。结果哥俩在这个动漫里面，就是跟穿了个，就不知道为什么跟穿了秋裤一样，就是他那个裤子，我真的是有点下头。但是我非常喜欢 opening 和 ending。MAPPA 的 opening 和 ending 我觉得就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推子做的真的很不错，虽然我对其中的恋爱戏没有兴趣，我也不喜欢有这种党争性质剧情，但是那种复仇戏嘛，我还是挺爱看的。我比较纠结的就是孤独摇滚和天国大魔镜。天国大魔镜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说任何关于它的消息，我就直接看了，就完全就是超出预期。剧情走向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很有意思，并且它动画做的特别好，有点艰难选择。我还是会投给孤独摇滚吧，看之后还有没有别的奖可以给到我们的天国大魔镜。下一个是电影，这个就不用纠结了。看到灌篮的这一刻，就已经不用纠结了。灌篮高手真的是，它不仅是，它可以说是我去年的 Best Film of the Year， 就不只是在动漫的领域。因为灌篮高手，我还有很多就是从未有过的初体验。我在国内看了不下10场粉丝组织那种包场观影。这真的是我完全第一次有这种体验。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灌篮高手》的 TV 或者是漫画，我对这种篮球题材也没有什么兴趣。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在国内刚上映的时候，我还是去看的首映，因为当时特别多人都在期待，当时就是抱着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的那种心态就去看了。我是一个人去看的第1场，最开始入场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一排人。就是他们应该都是那种老粉丝，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特别大声的在讨论《灌篮高手》之前的剧情。我当时还特别不爽，我就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很不好的观影体验，所以我就去前面几排坐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屏幕更近了，就这些角色的帅脸，就是给我冲击真的很大。而且我可能是因为离墙壁很近，就是他那种拍球的声音是秒表的声音，就每一下都记在我的心上。尤其是比赛最后几幕，真的就是我看的整个人都缩起来了，因为太紧张了，就整个人已经完全被吸引到整个剧情和那种比赛赛场的那种氛围下了。
当时看完第一遍之后，真的就是久久都没有缓过来，怎么会有做的这么好的动漫电影？而且它还是3选2，我还以为我会看不惯，但是他们真的太帅了。就真的每一个人都太帅了，而且我作为一个完全不了解《灌篮高手》剧情和角色的，就是路人，我第一遍去看这个电影，就完全搞懂了里面的人物啊、关系啊，还有他们之间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有些老粉好像就是对于这个电影，有一些两极分化严重的评价吧。但我作为路人去看，观影体验直接拉满，特别棒。是音效、音乐，每一个都充满个性的角色，冲良田的背景故事，还有他们在场上的那种拼搏、紧张，还有双方的那种拉锯战，我真的觉得就是太妙了。当时我第一次刷完这电影之后，我马上就是想去看第二遍了。然后后面我就找到组织，就是去参加了我的第一场粉丝应援的包场，是宫城良田的应援场。看完电影之后，我又回去补了100多集的 TV， 然后把漫画从头看到尾了。井上真的太厉害了，他的漫画表现力真的太强了。我就是看完灌篮的漫画，他就直接晋升为我最爱的漫画之一了。反正当时4月底的时候，我就一整个大上头，第一次去参加粉丝这种包场。就是我们当时还有那种发的应援棒啊什么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享受这种观影体验，因为我一直以来是很喜欢一个人看电影的，至少第一遍的时候，我是比较倾向于自己看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观影体验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私人的，如果身边有熟人的话，就多少可能不够那么沉浸式吧。去参加了宫城良田应援场，还有就是湘北五虎应援场。我当时参加的是三井寿的粉丝阵营，然后还去参加了很多 CP 项的，我认识了好多粉丝朋友。我们在线下还会交换一些物料，然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在线下真的会特别社恐，但是后面几场就是慢慢适应了。我还第一次尝试用 iPad 画画，就是去做一些物料跟线下的小伙伴去交换。然后我当时还去了宫城良田和三井寿的 CP 咖啡店。反正我觉得2023年的夏天绝对是灌篮高手带给我的。现在想想真的很怀念当时那些时候，参加这种粉丝线下的活动，去联名咖啡店，第一次自己做物料，第一次用 iPad 画画，这些都是我在看灌篮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其他的电影我看看，我还看了辉夜大小姐的这个和铃芽之旅。铃芽之旅我非常喜欢，我当时去看了，当时铃芽之旅出来的时候，我也去看了有3遍，而且我记得当时实习的时候，我同事姐姐还帮我拿了铃芽之旅的物料，特别幸福。就还有一些它的卡，看这个铃芽的超漂亮，还有草太的，我真的很喜欢长发的男主。这是我今年的 Hobo。新海诚电影的动画人物、色彩、音乐肯定是没得说的，但特别喜欢他这一部，就是弱化了情感线，他更多的把重心放在了灾难本身的这个议题上面。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更宏观的东西，而且我觉得铃芽她真的是我在新海诚3部曲里面最喜欢的女主角了。我也很喜欢她去看待我们该如何去缅怀哀悼那些就是废墟啊，灾难后留下来的那些遗址。在看的时候，这些真的就是有狠狠的触动到我吧，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辉夜大小姐这电影也做的特别好，辉夜大小姐是我少有的能看下去的恋爱相关的动漫。这部电影真的就是让我这种对于恋爱题材动漫无动于衷的都觉得要甜死了，齁甜。而且我记得他的那个 opening 也超级有创意，有好多彩蛋，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整活，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没办法，有灌篮高手。下一个是原创动漫，然后这几部我都没看过，所以就不投了。下一个最佳动画，天呐，
哦，还有灵能100%啊，这是什么呀？Trigon 好看吗？我好像没看这个啊，这个真的很难评选，而且怎么感觉选来选去还是这几个常驻选手？我觉得就是咒回的动画真的做的很出彩，灵能做的也很好，很难选，很难抉择。咒回第2季的动画水准真的完全就是 next level，但是骨头社做的也很好啊。哎，算了，先投给咒回吧，他还没有讲，先投给他。角色设计，首先我想说，《鬼灭》的人物设计真的比较普通。虽然《鬼灭》里面也有我很喜欢的角色，但是相对来说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出彩。推子看了一半，我其实都没有太能 relate 的角色。到后面我是比较喜欢 Mam 就这儿回战还用说吗？有5条老师，电锯人可能投给电锯人。虽然电锯人其实真正走到我心里的角色只有早川秋一个人，他正盯着我说选我。我真的很喜欢早川秋，我就是 Makima 真的，我在看漫画的时候，就是动画里的 Makima 的眼睛完全没有呈现出来他在漫画里他那种眼睛的冲击力。Makima 这个角色设计的真的很妙。Hell's Paradise 还可以吧。Hell's Paradise 的男主画没完，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公式化了吧，就是白毛，然后呢沉默寡言，很强。虽然 Hell's Paradise 它其实故事设定最开始真的还挺吸引我的，我觉得我还是会投给电锯人。然后我觉得也有我对漫画的一些了解，所以它里面很多角色真的设计的整体来说都非常的不错，很有创意，很特别，会投给电锯人。下一个是最佳导演，推子第1集真的很不错。孤独摇滚每一集都很高能。这儿回战它这个属于是应该是只有玉折篇吗？感觉看封面是玉折篇。玉折篇其实有一些地方的节奏有一点点小怪，但整体来说也很不错。我觉得我还是投给进击巨人。我记得他就是，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镜头给到的是那几个偷钱的小孩儿，然后穿插着艾伦的地名和艾伦跟那个小孩忏悔那一段，表现力真的直接拉满，我特别喜欢那一段的设计。不过剑山创本身的分镜，我觉得就是很牛的。这几部做的都很好，就犹豫不决就投进去了。下一个 cinematography， 投来投去都是这几个，感觉都投进去也不是很好。首先排除电锯人。滨海，我觉得我还是投给进剧。下一个可能 Oshinoko。竟然100%我真的没看完，后面还好看吗？反正我看到中间已经完全不 care 任何人任何剧情了。投给我推的孩子，就他人物画的真的很漂亮，尤其是他们的眼睛真的很惊喜，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睛，给他一个奖吧。哦，这个海报是不是？
Ma'am 真的好可爱，虽然他的镜头很少。Romance， 这属于我知识盲区了。首先就没有一部我看完的。Hero 是 Horimiya 是，哦，这是枯雨宫村吧？好像枯雨宫村，其实我当时听了推荐，然后呢去稍微看了一下，可能看了有3、4集这样，没看下去。但是我知道它好评特别多，但是我真的很难 relate。哦，这是那个我幸福婚约，这个我也看了3、4集，可能就是主打一个先婚后爱的剧情吧，就很无聊，我完全看不下去，就没看了。跃动青春，这个我看了有7、8集。首先，他角色塑造确实很不错，就是比较真实的那种感觉。但是男女主的感情线我完全 get 不到。虽然它还有很多友情向的剧情，还有很多那种青春群像的刻画，但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更喜欢《辉夜大小姐》那种的，所以也是没有看下去。不知道之后我还会不会再捡起来看。但是它的 opening 和 ending 非常棒，它的 opening 在我的 playlist 里面狂听。这些我都有听说，但是我完全没看，所以我就不投了。喜剧。孤独摇滚，马修我没看，但是我知道马修好评也特别多，我有亲友特别喜欢看马修。间谍过家家第1季真的很好笑，但是我觉得比起孤独摇滚来说，在喜剧上面可能还是稍微略逊一筹，我还是会投给孤独摇滚，其他的我没看或者没看完。间谍过家家，如果没有孤独摇滚的话，间谍过家家应该就会是我的最佳喜剧。哦，动作这个其实可以投给咒回了，应该我会投给咒回。哦，还有海贼，哦，海贼他有那个路飞5档的那个动画，是不是也算在这里面？死神我没看。这个很难选择呀，咒回还是海贼？他们任何一方得奖，我都觉得 OK。那我之前投过咒回了，我这个就投给我的海贼吧。哦，好帅啊！就是作为海贼王的粉丝，看到当时路飞5档还有后面几集的动画制作的时候，真的就是超级激动，投给海贼了。下一个 Fantasy， 这是什么无职转生吗？这个我没看，这第1季我也没看。这里面我只看过《鬼灭》和《Hell's Paradise》，投给《Hell's Paradise》吧，让他获一个奖，让他得到我的1票吧。Drama， 这是什么？治不灭你吗？这个我没看。禁剧，这里面只有禁剧和《滨海战记》真的可以拼一拼。基于我之前就已经知道禁剧的结局和剧情走向了，那我就在2023的 Best Drama 给到《滨海战记》吧，因为滨海它真的是我23年看到最不一样的文戏还有剧情，非常有深度，真的有触动到我，我要投给滨海吧。日常。好，这里面我也只看过孤独摇滚和一部分跃动青春，所以我就投给孤独摇滚了，因为只有孤独摇滚我看完了。真的很爱看他们4个人的日常。最佳主，这让我怎么？这也太难选了。首先排除电次，不好意思，我对于电次真的，不是很能 relate。
路飞在这个榜上真的太犯规了，他是有1000多集的主角啊！我真的，我现在就是有艾伦，艾伦现在就是盯着我呢，就这样捧在手心里，我真的很爱他。托勒芬啊，还有 Mob，这真的很难选啊。我这还有一张我特别喜欢的明信片，Mob在这里吃汉堡，超可爱，小天使。天呐，这是怎么选啊？路飞也在看着我，谁懂啊？就是看到陆宝的笑容，真的很难不被治愈。就我不管到哪儿，如果只能让我拿一个周边的话，我觉得我会拿路飞周边，就是因为路飞笑容能治愈我的每一天。波奇也真的很可爱，好像波奇是 INFP 吗？反正看到波奇酱真的就是很真实，感觉波奇酱很多瞬间都能看到自己。但是我觉得还是投给托尔芬吧，他确实蛮不容易的，而且看到他的成长，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无论是他自身的选择，还是他选择走的道路，都让我对《滨海》这个作品就是更加喜爱了。没关系，我虽然投给 Tolkien， 但是我还是爱你们的这些主角，还有配角哦，Gojo。哦天哪，不带这样的，这回他占了2个位置，那为什么进剧不能占更多的位置？如果有例外的话，例外会终结比赛的。哦，师匠，让我们请出5条老师的独立卧室，而且还有韩吉，哦，而且他就是在这一集去世的。哦天哪！我刚想说这些活人，要不然让一让死人吧，但是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死的不只是韩吉桑。哦天呐！说到韩吉，在23年的时候，我还去听了小林的演唱会，然后他当时就唱韩吉最后赴死的那个信任神曲，他唱完之后还说了一声韩吉，就真的很感动。这首配乐我记得最开始印入我脑海的时候是第1季的时候，佩托拉当时对艾伦就是说相信我们吧，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这一段 soundtrack， 我当时就爱上了，然后没想到他会在韩吉最后赴死的时候又出现，所以当时那音乐一出来，我直接就是泪如雨下。一段旋律，但是串起了很多回忆。算了。Gojo 还是你吧。天呐，看到这张脸，我怎么能不投给他 ？Gojo。等一下，这是什么国王排名吗？这是第2季吗？因为我国王排名第1季我都没有看完，因为我听说它的结尾非常烂，我就及时止损了。哦，包奇塔，没事，包奇塔不需要我保护，有人会保护他的。我觉得我还是会投给阿尼亚吧。阿尼亚很可爱，很暖心，很搞笑，很治愈，怎么不算是我的甜心小宝贝呢？投给你了。哦，哇酷哇酷。下一个。哦 ，Anime Song， 天呐，这个是我真的要最纠结了，全是我喜欢的。我还挺高兴 Work 上榜了，超喜欢 Work。玉折篇的 OP 也超好啊。八爷的 Kickback， Suzume Idol， 我觉得。天呐，这个真的，我还是会投给铃芽，因为是 Red Wimps。Red Wimps 是我最喜欢的日本乐队歌手，在线表白，他们的歌真的就是治愈了我1年又1年。他们给铃芽做的歌，我也超喜欢，狂听。
虽然其实这几首都在我 playlist 里面狂听，但是 Red Wimps 他们的歌确实在我心里有不一样的地位，会投给 Suzume。下一个编曲啊，近剧的出现结束了比赛，都不用说是2023年，这么多年我都觉得近剧的编曲 soundtrack 是最顶级的。在线表白一下泽野弘之老师，他的音乐真的就是充满了那种宿命感，跟近剧简直就是绝配。近剧有非常多的 soundtrack， 就我光是听到他们我就已经想掉眼泪了。它的旋律都是包含了很多内容和故事的。就是前段时间最终季最后一集的时候，有出现改编过或者融合过的之前的近剧的 soundtrack， 我当时一听到就已经泪目了。谁懂啊？真的就是承载了太多情感了。最近在播的不是还有那个我独自升级吗？也是泽野弘之老师也有参与，我就是为了泽野弘之老师去看的我独自升级。不愧是他，就是音乐还是相当的顶，但是剧情目前我还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明年芙莉莲肯定会上榜，芙莉莲的配乐真的就是神级，明年我说不定会投给芙莉莲。下一个OP 还是这几个哦，Innocent 我好高兴 ，Innocent Arrogance 也在榜上。天国大魔镜的 OP 和 ED 都做巨好，他这歌也特别带感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回看一下。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有震惊到我。而且他这 opening 的作画也是非常特别的那种画风。最开始以为是这种舒缓的，结果他马上就开始这个吉他，而且他还做成这种就是像游戏开始那种界面，真的很有意思。我最喜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女生的那个嘶吼，完美的配合到这个画面，就是咱们女主或者应该说是男主在这儿这样跑的这种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还有什么 Song of the Dead 僵尸100%这个 opening， 我记得好像就是前情回顾吧，色彩确实做的五彩斑斓的，但是这个歌我记得没有很戳中我，但是僵尸100%的 ending 我很喜欢。Work 来再看一下 Work 的 opening， House Paradise 的 opening， 我特别喜欢这开头，opening 它这个画面做的确实很不错，这个转场。这块真的很带感，就结合的特别好，男生和女生。就是这块配合上画眉丸在火中绽放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帅。
我鸡皮疙瘩已经又起来了。完美的，看看还有什么。而且《电锯人》他还致敬了很多电影场景，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喜欢 Power， 就是推眼镜框，还有那个 Future 那个，真的很逗，太帅了，阿 K。推子这首都已经火出圈了。阿库啊，当时长大的时候刚出场，我真的就有被成年后的他，就真的有被长大他帅到。哦，我特别喜欢这块这个画面，太漂亮了。这块巨帅，就是阿库啊，完美的作画，完美的眼睛，就是而且爱永远都活在 opening 里面了，所以我每次都不跳过 OP， 都这么好，怎么选呀？Gojo 一个大男主的位置。哦，我看到他们都，我心好痛啊！就是感觉都是回不去的从前哦，难哦，现在都是刀子。哦，我真的是，再看宇宙片的 opening 就是自己虐自己。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 opening 的时候，就已经有预感，这会变得非常虐了，因为都是大家曾经欢乐的时光。而看到 Gojo 在这里面笑得这么开心，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这样的他了？或者永远都回不到过去了？所有人都是。我特别喜欢他这 opening 最后就是这个教室的变化，就是从最开始大家拥挤的教室，到这个已经日落了没有人在的空无一人的教室，
就是已经能感受到那种落寞的情绪在里面了。这教室见证了他们曾经很多的欢声笑语，然后呢，到他们最后就是各自分开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它全曲里面的时候，中间有一段下课铃声，我觉得设计的很巧妙，就噔噔噔噔。觉得是穿插的特别好，因为它就是呼应了玉哲篇他们就是在校园里的这种时光。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opening， 我觉得也非常棒的，就像《滨海战记》的 River 还有 Paradox， 我觉得都超好。东京复仇者的 White Noise 也非常棒，虽然他的作画可能比不上这几位。还有不死不幸的女王蜂唱的那个01那首 opening， 我也很喜欢。还有最近那个药物少女的 opening 也超级好听，绿黄色社会的。虽然我没有看完药物，还有跃动青春的 opening，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就是真的听着就很青春洋溢的感觉。他这块小提琴我巨喜欢。男女主的角色都挺可爱的，我只是不太能 get 到他俩之间的电波。就他们一起跳舞这段真的很可爱。有点让我想到那个《La La Land》。我觉得投给八爷的《Kickback》吧，就是它的 opening 确实有很多彩蛋，不纠结了。下一个ending 哦，我有好多喜欢的 ending。灯，我有多喜欢灯？我在《咒回》第2季最后一集的 reaction 视频里面已经表白过我多喜欢《灯》这首歌了。家人100%的 ending 也在这里面。其实家人100% ending 真的很不错，他这首歌在我歌单里面循环了很久，因为我循环听了很多次他的就整首歌它的编曲啊层次啊，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很有意思。听了让人心情非常愉悦。哦，《鬼灭》这首 ending 我是有印象的，断刀村的 opening 还挺不错的，是 Milet 和 Man with a Mission 唱的，但是他们的 ending 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出彩，所以这个应该不会选了。等一下，电锯人有12个 ending， 他这个是，这是哪个呀？我好像是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啊？真的是，就是电锯人的 ending 怎么说呢？我觉得电锯人的 ending 比他的正片更有电锯人的风味儿，我特别喜欢。他的每一个 ending 都做得太好了，我最喜欢的 ending 就是这个第3个，完美诠释了电锯人的精神状态。回顾一下。
阿 K 太帅了，Power，就是这个嘶吼。控，巨帅，控，控。太帅了，完美的 ending，超喜欢。但是歌曲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听的最多的是第二个 ending，就是《残疾》。我也是通过《残疾》这首歌知道的真叶庄这个歌手，我超喜欢。我感觉《残疾》真的是陪伴了我非常多感丢的日子。呀，他这个贝斯我巨喜欢，然后我之后去听了他很多别的歌，我发现就是贝斯在他的歌里面存在感超强，很喜欢。我还去听了他的《The First Take》，他唱的真的好好。这个眼睛。开了这首歌到现在还是我的手机，我也是通过这种 ending 知道的亚麻，它的音色超级特别。而且我最开始的时候以为它这个是合成的音色，或者是电音那种感觉，然后之后我就看了他那种现场的视频，发现他真的就是这个声，而且他现场超级稳。哦，我的天呐，就是这竞争也太激烈了，还有梅菲斯特，天呐，我超喜欢。女王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乐队。而且我推的孩子，他这个梅菲斯特的 ending 插入的总是很巧妙的时机，就很带感。太美了，每个人都很美。他这个真假声的转换，搭配上阿夸这种下坠的感觉，太绝妙，太喜欢了。应该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 ending， 比如说像进击巨人的 Under the Tree， 或者这次的致2000年或2万年后的你。Hell's Paradise 的 ending 也特别好听。最近的芙莉莲的 ending， 还有海贼王时隔这么久又出的 ending 就是 Race 真的好好听，我超喜欢。
而东京复仇者的 ending 也很好听啊，还有之前提到的天国大魔境的 ending，它那个 ending 设计的真的很好，就是它是那种双声道的，有男生和女生的，男声音和女生一起在唱那种感觉，就是很契合天国大魔境的角色设定。这是最佳 ending，我还是会投给电锯人吧，毕竟这个确实是一下就把我炸飞了。最佳声优的话，有 Yuki Kaji 就不会投别人了，他是我最喜欢的声优。哦，其他声优都很棒，大家都辛苦了。英文的配音我没听过，就不投了。这应该就算是投完了，还行，比我预想的会稍微顺利一点。我原本以为我会所有奖都投给进击巨人，就我对于那种什么排名啊、打分啊什么的超级不擅长，我真的会很纠结。其实今天很多在榜上的，还有一些没有在榜上的，我都非常喜欢。除了有些一眼就看出结果的，其实其他的很多都比较纠结，到底选哪一个？不知道大家心里都会投票给哪些作品？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讨论。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算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加一个小的环节。作为同人女，就是看动漫是离不开磕 CP 的。年底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张就是 CP 的年度总结表，我就填了一下，我打算把它加进来。到了这个环节，我就是很专业的了。首先就是我记得很清楚，23年年初的时候，在过中国春节的时候，我在那个期间看了《蓝色监狱》，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就是垂直掉入了 Nagi 和 Leo 的 CP 坑。我是先看了动漫，动漫看完了之后，我去补了漫画，直接一整个大上头。然后夏天因为在搞灌篮，所以呢就是磕了灌篮的 CP。宫城良田和三井寿两个名字里面自带攻受的，我应该还带了一点就是他们的，我当时在线下交换到的物料，真的好喜欢。就是线下跟同好们一起就是交换物料，然后那聊天什么，真的就是很开心。我觉得就幸好我没有错过灌篮，要不然的话我这些活动根本都不会参加。然后今年秋天的时候，我记得还挺清楚，应该是9月份的时候，我打开了 Banana Fish， 啊，2天看完，一整个就是哭晕过去。我真的没有想到它这么刀，就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再打开第2遍。但是真的很喜欢亚秀和婴儿这种，就是类似于灵魂伴侣的那种 CP。太香了。然后到了冬天，也就是我开始看《东京复仇者》，东京复仇者里的 CP 那就是太多了。我最上头的2对就是 Mikey Draken 和八季和 Chief Yu。那我的 CP 总结也就是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